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甜美泡芙小背心，粉色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智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背心由主体和配饰组成，先钩织主体，完成后再制作配饰并安装。背心有多个尺码，钩织方法都相同，只是针数和行数不同。往下我以小码为例演示一下钩织方法，遇到不同位置时再单独说明。先来学习主体的钩织，分为身体、左前片、右前片、后片、肩部缝合、领子、门襟、下摆和袖边。这里的左右是指实际穿着时左右。先钩织身体，然后沿着身体钩织左前片、后片和右前片。首先来钩织身体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和长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在正式钩织之前，先来学习钩织的基本知识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演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，我们来起针，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，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将线勾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稍微拉紧。下面开始钩锁针，绕线将线勾出，一个锁针就完成了。这样的一个辫子，表示一针，继续钩锁针，绕线将线勾出，这是第二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锁针，一直钩完需要的针数。我小样起针数较少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。3、4、完成后，在最后一针上挑边缘2根线，扣上记号扣做标记。如果没有记号扣，也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来代替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注意我这里是小样，所以起针数较少。下面来钩织第一行，先立3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算作一针长针，对应起针的最后一针，也就是做标记的这一针。在第3个锁针上也做好标记。往下钩一个长针，来看一下，锁针正面是这样 V 字形状的辫子，钩针调记号扣左侧，锁针上方的半针，也就是这样一根线，绕线穿入，将线勾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先穿过前2个线圈，
现在钩针上还剩下2个线圈，这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长针就钩好了。对应右上方有这样 V 字形状的辫子，这个是长针的针目。继续在相邻锁针，挑上方的半针，再钩一个长针，先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，钩针挑起上方的半针穿入，绕线将线钩出，接着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又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就钩好了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又一个长针就钩好了，然后再相邻一针，再钩一个长针。下面就按照在起针的锁针上挑上方的半针钩织长针的方法，把起针剩余的锁针钩完。起针的锁针全部钩好后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我们把第一行正面的纹理当作是整个背心的正面，也就是起针的线头在左手边时的这一面。下面来钩织第2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这3个锁针算作一针长针，对应上一行的最后一针。同样在第3个锁针做好标记。因为是往返钩织，所以钩好起立针后需要翻面，翻转织片。接着从相邻针开始挑针目一一对应钩长针，注意翻面后针目在左上方的位置。先挑相邻针，钩一个长针，完成后继续相邻一针，再钩一针长针。下面就按照在针目上钩长针的方法，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的长针挑上一行起立针，第3个锁针2根线钩织，也就是做标记的位置。钩好后，第2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。同样在第3个锁针做好标记，后面大家如果能找到对应位置，也可以不用做标记。这3个锁针算作一针长针，后面3个锁针起立都算作一针长针，往后就不重复提醒了。接着翻面。
后面往返钩织时多需要翻转织片。接着从相邻一针开始挑针目，一一对应钩长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的长针也是挑上一行的起立针，做标记的位置钩织。这样第3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就按照往返钩织的方法，对照图纸把身体对应行数钩完。钩好后不断线，这样身体就讲完了。接着我用小样教大家数行数的方法。从织片正面，也就是线头在左手边的位置，可以看到单数行长针正面纹理比较清晰，双数行是反面纹理，长针比较模糊，直接正反交替数行数即可。1、2、3、4、5，我这个是钩了5行的小样，这个就是来回往返钩织时数行数的方法。后面钩完对应行数后，还需要换色重新接线钩织，下面演示一下接线的方法。换色前一行最后一针钩好后，再钩一个锁针固定，然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接着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翻面，然后将线钩出，线头放在反面，接着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钩织时将线头都放在反面，边钩边收进去。这个就是接线的方法。后面遇到需要重新换线接线的情况，都按照这样的方法钩织即可。下面来学习左前片的钩织，接着身体的线头继续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3针并引针、长针减针、中长针和短针减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来钩织第1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翻面，然后对照自己的图纸，先钩织对应数量的长针，对应数量的长针钩好后，接着来钩一个长针3针并引针，先在左侧3针分别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。
这样一个长针3针并针就完成了，左前片第一行也就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行，立2个锁针起立，接着翻面，在相邻一针钩一个长针，来看一下，这个长针和起立针算作是一个特殊的长针减针，接着一一对应钩长针，把剩余的针目钩完。钩好后，左前片第二行也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翻面，然后对照图纸钩织对应数量的长针。钩好后，钩一个长针减针，在最后这2针上分别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长针减针就钩好了，左前片第3行也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继续对照图纸，小码钩完第11行，中码钩完第13行，大码钩完第17行。注意每个尺寸对应行数钩好后需要换色，然后再继续钩织。换色的方法和之前相同。对应行数都钩好后，接着来钩织下一行。我小码这里是钩织第12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先钩织对应数量的长针，钩好后钩一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再绕线一次钩出，这样一个中长针就完成了。最后来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先在左侧针目上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在前立针上再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短针减针就完成了，第12行也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13行，钩织前需要渡线，将线圈拉大，然后将正在钩织的线团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，接着翻面，从上一行最后一个长针将线钩出，渡线稍微松一点，这个就是渡线的方法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注意短针的起立针不算一针，先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完成后钩一个中长针，
往下一一对应钩长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钩好后，第13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左前片剩余的行数钩完，后面需要渡线时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即可。左前片全部钩好后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将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。这样左前片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后片，每个码对照图纸，在左前片第一行最后一针间隔对应针数，接线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这里我继续用小码演示，将织片的反面对着自己。小码这里间隔10针，在第11针接线。然后立2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相邻2针钩一个长针减针，把这个长针减针和起立针看作是一个特殊的长针3针并引针，接着对照图纸钩织对应数量的长针。钩好后，再钩一个长针3针并引针，这样后片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后片剩余的行数钩完。注意钩织过程中换色，且最后2行需要分别钩织。先接着前一行的线头钩织左侧，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然后重新接线钩织右侧，钩好后也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这样后片也讲完了。后片钩好后，来钩织右前片，与后片第一行最后一针间隔对应针数接线钩织。用到的针法和方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这样右前片也讲完了。前后片都钩好后，用预留的线头将肩部缝好。下面请看演示。这里我先缝合右前片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。然后将右前片的正面与后片的正面相对，调针目卷针缝合，起立针位置就调起立针上方的2根线穿入。
缝好后打结长线。大家可以多打几个结。这样右前片和后片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左前片与后片缝合好，注意缝的时候织片正面相对，然后再缝合，这样前后片肩部缝合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领子的钩织，沿着前后片领口挑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、长针加针、长针1针放7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织片的正面对着自己，从右前片接线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。小码从第11行最后一针侧边接线，其他尺码参考图纸位置接线。挑起整个长针，将线勾出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接线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穿入钩针，将线勾出。现在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短针就钩好了。接着挑这个长针针目，再钩一个短针。相邻侧边是短针减针，挑短针减针侧边的1到2根线，钩一个短针。然后再挑短针减针的针目，再钩一个短针。接着对照图纸，挑中长针和长针针目，分别钩一个短针。下面继续对照图纸的入针位置，按照刚刚的方法继续挑钩短针。领子第一行的入针位置，大家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大致入针钩织。只要钩好后，织片平整且针数与图纸一致即可。后面遇到长针、琴力针时，就挑整个琴力针钩织。接着这一针挑缝合位置钩织，挑1到2根线，入针钩短针。钩好后，到了后边位置，同样侧边是长针，就挑整个长针钩织。琴力针位置就挑琴力针钩织。
接着沿着针目钩织，钩好后，到了另一侧，先是调长针减针，这里调长针减针的未完成针钩织即可。接着调前立针钩织，下面又是缝合位置，调缝合处的1到2根线钩织。往下是左前片，钩织方法和右前片基本相同，对照图纸，把左前片钩完。钩好后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沿着针目钩长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完成后，第2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行，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对照图纸，钩织对应数量的长针。我小码这里钩5针。接着钩一个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，1、2，这样一个长针加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8个长针，然后再钩一个长针加针。下面继续按照图纸的规律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的长针参考图纸钩织，完成后第3行就钩好了。下面大家继续按照图纸的规律，一直钩完倒数第3行，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。下面来钩织倒数第2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先钩2个短针，接着间隔2针，钩一个长针1针放7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7个长针。钩好后，一个长针1针放7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间隔2针，钩2个短针，然后再间隔2针，钩一个长针1针放7针。
下面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纸把这一行勾完。最后2个短针勾好后，倒数第2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最后一行。先来讲解中码。中码先是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先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然后间隔一针，也就是在这个长针上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间隔一针，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。下面继续按照间隔一针钩一个短针，之间钩3个锁针，把这行钩完。接着来讲解小码和大码，都是先钩4个锁针，翻面，从相邻一针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然后间隔一针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。下面继续按照这样的规律把这一行钩完。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将线头在反面藏好。这样领子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学习门襟的钩织，先沿着这3条边钩织，然后再分别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加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来钩织第1行，将正面对着自己，然后从领子第1行最后一针统一入针位置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沿着侧边钩短针，同样是起立针位置就调整个起立针钩织，长针就调整个长针钩织。钩好后，到了起针处，边缘的锁针里钩2个短针，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织，也就是这个长针的统一入针位置。接着沿着锁针剩余的2根线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到了另一侧，边缘锁针同样是钩2个短针。接着到了另一侧侧边，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。
勾好后预留线头断线，将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，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行，先钩织右门襟，从边缘的锁针洞里钩织的第二个短针上接线，然后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短针，这样一个短针加针就完成了。然后继续对照图纸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，小码这里钩一个短针，接着来钩织扣眼，先钩3个锁针，然后间隔相应针数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注意每个尺码扣眼之间的短针数量不同，对照图纸钩织。钩好后再钩织一个扣眼，也就是先钩3个锁针，然后间隔相应针数。下面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及规律把这一行钩完。钩好后第二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沿着针目钩短针，遇到锁针洞时，在这里钩3个短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钩好后第3行就完成了，第4行一一对应钩织即可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。全部钩好后预留线头断线长线即可，这样右门襟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左门襟，左门襟钩织时不需要钩织扣眼，在第一行第一针接线，然后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钩好后也预留线头断线长线即可，这样左门襟也讲完了。接着来钩织下摆，沿着左右门襟及下方这一侧钩织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来钩织第一行，将起针位置朝上，然后在左门襟最后一行最后一针接线，从侧边挑1到2根线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对照图纸先沿着短针侧边钩短针，然后沿着针目钩短针，到了右门襟同样挑侧边钩短针，钩好后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最后2行也钩好即可。钩好后预留线头断线长线，这样下摆也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绣边的钩织，这里我用成品讲解一下，沿着绣洞钩织。挑针的方法和之前相同，大家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
这样袖边也讲完了，到这里主体也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学习配饰的钩织，由口袋、花朵和扣子组成，先分别钩织，然后再缝合到对应位置。首先来学习口袋的钩织，口袋由口袋织片、装饰和组装组成。先钩织口袋织片，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大家对照图纸，自行将其钩好即可。钩好后，预留对应长度的线头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来制作口袋装饰，由叶子和果实组成。先来钩织叶子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13针，然后立一个锁针起立。接着在倒数第2个锁针上钩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2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和一个短针。接着钩一个引拔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稍微拉紧，一个引拔针就钩好了。接着继续钩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2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。接着在剩余的这个锁针上钩2个短针，然后沿着锁针另一侧钩织，旋转织片，对照图纸钩对应的针法。注意，这里是刚刚短针的入针位置，不要钩错了。最后在第1个短针同一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，然后与第1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一片叶子就钩好了。接着剪约20厘米叶子同色线，在叶子中间打一个结，线头暂不处理，这里2个线头差不多长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织一片叶子，这样叶子的钩织就讲完了。接着来钩织果实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环形起针，然后来钩织第1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接着在起针的大洞里钩7个短针，钩好后收好线圈，拉紧起针的线头，然后与第1个短针引拔连接，
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在上一圈每个针目钩织短针加针。钩好后也引拔，拉紧，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一个果实就钩好了。下面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剩余的果实也钩好即可。钩好后，在果实上修线段，先剪约10厘米白色线，抽取其中2股，穿入缝针，在果实上修一条小线段，先在果实反面固定好线头，然后出针绣制。最后也在反面固定好线头，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其余的果实也绣好即可。接着来组装，先将果实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口袋最后一行正面作为口袋织片的正面，果实下方与口袋织片第3行对齐，两个果实大致居中，之间间隔2到3针。注意果实上的线段朝外且是竖向缝合，沿着果实最后一圈与口袋缝合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在反面打结藏好，然后将另一个果实也缝好即可。接着来缝合叶子，将叶子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沿着叶子一圈缝合。缝合的方法和果实相同。
缝好后，将线头在反面藏好。接着将这2个线头分别在果实里固定好。接着将口袋缝到身体大致居中位置，上方与第1个色段最后一行对齐，或者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调整。下面我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缝合前可以用系腰扣临时固定一下，然后沿着左右及下方这3条边缝合。缝合时调口袋反面表面的线圈与身体缝合。把这一圈缝完。这里的缝合方法，大家也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缝合。缝好后，在身体里打结长线。这样一个口袋就缝好了。接着沿着口袋这3条边分别粘上半珠，左右各4颗，下方3颗，共11颗。下面演示一下粘贴的方法。这里使用胶棒粘贴，如果家里有胶枪，可以将胶棒插入胶枪预热后使用；如果没有胶枪，用打火机的内焰燃烧后粘贴。都是在半珠平整的一面涂抹胶水，然后粘贴到口袋。大家粘的时候小心不要烫到手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其余部分都粘好即可，这样一个口袋就组装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一个口袋也组装好即可，这样口袋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花朵的钩织，由主体和花心组成，先钩织再组装。先来钩织主体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、3针造型针的2针并1针，下面期刊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接着来钩织第1圈，在起针的大洞里钩10个短针，
勾好后拉紧线头，与第一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圈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一个长针3针找形针的2针并引针，先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接着在相邻一针也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一个长针3针找形针的2针并引针就完成了。接着再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相邻一针钩一个引拔针，来看一下，把刚刚钩好的部分看作是一个花瓣，接着来钩织第二个花瓣，先钩3个锁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针3针找形针的2针并引针，现在这2针分别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，接着再钩3个锁针，相邻一针再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又一个花瓣就完成了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把剩余的花瓣也钩好。最后的引拔针在上一圈引拔的同一位置钩织，然后预留约20厘米线头断线，整理一下。这样一个主体就钩好了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主体，接着来钩织花心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钩一个锁针，接着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第一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针5针的找形针，先钩5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
然后绕线一次穿过。这样一个长针5针的枣形针就钩好了，接着再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同一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最后预留约20厘米线头断线。这样一个花心就钩好了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花心。接着来组装，将主体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将主体缝到领子两边，沿着第一圈缝合。缝好后，在领子反面打结长线。接着将花心缝到主体中间，缝好后也在领子反面打结藏好即可，将另一个线头也带到反面藏好，这样一个花朵就组装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一个花朵也组装好即可，这样花朵就讲完了。最后来缝合扣子，在扣眼对应位置缝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剪约20厘米门襟同色线，在扣眼对应位置固定好。然后缝合扣子，多缝一针固定。缝好后，也在门襟固定好线头即可。这样一个扣子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其余的扣子也缝好即可。这样扣子就讲完了。到这里配饰就全部讲完了，这款背心也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